计划的简介。那待会会由我们的计划顾问赵教授来进行提案注意事项的说明。贸易局的这个补助业界开发国际市场计划呢，是从102年就开始推动。那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106年的一个补助案的一个申请。我们这个计划呢，每一年大概都补助了大概30几件的厂商来执行。那以104年为例，这38家厂商呢，总共到76个国家来进行通路的部件，然后协助企业新增的当地的营业据点，然后新增的代理商、经销商等客户。那我们的105年的受补助的厂商当中呢，有大概63%都是属于中小企业。那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对于协助企业在布件海外的市场上呢，有非常多的措施。我们今天的这个资料袋里面呢，有一份就是蓝色的小册子。那这个里面有贸易局的一些资源的介绍，那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个计划呢，也就是这些贸易局的资源当中的其中一项。那因为贸易局有非常多的资源，协助企业不同的需求，所以如果说在其他的计划里面已经有协助的部分，像是参展、拓销团或者是买主媒合，如果说我们公司是要做这类的协助的话，就是跟我们这个小蓝本上的其他的窗口来协助。那补助业界开发国际市场计划是要鼓励企业提出一个计划书。那这个计划书里面呢的内容要提到说我们布件海外行销通路的做法。那也请企业提出具有多元性、创新性还有整合性的实施的内容来提出申请。我们希望可以协助企业呢推广台湾产制的产品，然后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所以补助范围就会排除贸易局已经有的其他资源的内容。这个专案的申请呢，分为一家企业申请或者是多家企业联合申请2种。那贸易局也很鼓励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来提出整合型的计划。只要是2家企业以上共同申请，就是属于整合性的计划。那不论说你是垂直整合的厂商，或者是跟其他的相关的业者一起合作来提出申请都可以。如果是单一企业提出申请的，每一案的补助是500万；多家企业联合申请，每一案的补助是1000万。我们的审查呢，都是由学者专家所组成的审查委员会来进行审查。好，那我们来看申请资格呢，主要就是要依出进口厂商登记办法向贸易局登记的企业，再来是最近1年要有出进口的时机，然后要排除这些不符合的资格。要缴交的文件就是分为资格文件，左边这边的资格文件跟右边这边的计划书。那计划书要缴交纸本1式10份，还有电子档光碟。那计划书要写什么呢？在我们的今天的大会手册的附件3，在第18页这边呢，就是有计划书的格式。那请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计划书的格式来写。那主要就是要写这7大项。第一项是企业的概况，企业的概况要写的内容呢，包含有企业的基本的资料，然后经营的策略。那因为我们的计划是要跟部件通路有关的，所以在企业的经营策略上呢，也要多帮我们注明一下有关企业在部件海外的通路的策略。然后呢，要介绍企业的团队、执行能力跟经营理念等等。那第2个部分要写的是计划的内容。这个计划的未来要怎么做？要请你们在这个部分把它写清楚，包含有计划的背景，那执行这个计划预期要达到的目标，我们的实施策略、我们的方法，然后时程的规划、
及我们的查核点。那如果说是多家企业联合申请的，相关的权利跟分工义务也都要说明清楚。那再来是我们计划预期要产出的质化、量化效益。那毕竟在海外拓展也有很多的风险，那我们要事先的评估。还有再就是我们执行计划的团队以及经费的需求。那我们会建议企业就是在写这个计划书的同时啊，我们也一并分析一下公司自己本身在这个部件市场通路的一个规划，然后检视一下说是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来提出向贸易局申请这个专案的补助。那尤其是多家联合申请的部分，虽然它的补助经费比较高，那同时也是贸易局去积极鼓励的案子。那毕竟它是2家以上的企业在进行合作，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如果是要申请多家联合申请的案子呢，在提案前，我们合作的厂商们应该要互相先谈好未来怎么执行、怎么分工。因为过去曾经有案例，就是他通过补助了，然后真正要开始坐下来谈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补助资源，其实是比较可惜。那所以其实提醒，如果是我们要申请多家联合提案的部分，在提案前我们要事先想好未来的执行的方向。那再来看这个是审查的流程，左手边这边呢都是在起初提案的时候会遇到的审查。那右手边这边是通过之后会遇到的审查。在企业提出申请之后呢，管科会这边会负责的是资格审查的部分。那刚刚前面提到有2个基本的资格一定要符合，好，那相关的资格审查文件就是在这个阶段会处理。那只要是通过资格审查之后的计划呢，全部都是由审查委员会在进行。那包含我们在提案阶段会有书面审查、简报审查。那书面审查呢，我们会择有40%的计划来进行简报审查。那在简报审查之后，它会正式决定受补助的企业名单。那这边在简报审查的时候要提醒，就是我们可以进入简报审查的这个厂商呢，在进行报告的时候，一定是企业本身执行这个专案的同仁。因为毕竟在跟委员的一个询答的过程，只有执行的团队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在核定之后呢，会由贸易局这边来正式的公告。那我们今年会公告就是正取的名单以及备取的名单。那备取的名单的部分就是今年新定的机制。在通过之后呢，企业还必须配合的就是包含有季度报告的审查、期中报告的审查，还有期末报告。那刚刚2家企业在进行分享的时候，也都有稍微提到，其实贸易局对这个专案的后续的查核也都是蛮严谨的，所以也会要请就是受补助的企业要配合相关的一个审查的作业。在拨款的方式呢，在期初核定的时候会先拨第1期款，就是补助款的50%，然后期末审查通过之后才会拨尾款。那如果说我们有执行的计划的 KPI 没有达到，或者是执行成效有问题的话，在期末的时候可能会有减价验收。那这个部分要先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的审查的指标。主要要看的像是第1项是计划的目标跟效益。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提案的这个计划的目标要合理。那我们要提醒厂商，就是不要为了要申请补助而来提这个计划，也不要因为想要获得计划而写了一些比较不容易达成的效益，因为这个都是在期末的时候会被委员检视的。那如果说你这个效益是不合理的话，你期末没有达成，一样会被减价验收。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第2个部分是部件通路的策略规划，那包含有创新、多元跟整合。那创新的部分呢，我们会鼓励企业要提出跟过去跟公司本身或是跟我们这个产业相比比较特别的做法。那多元呢，是希望可以多运用不同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那整合的部分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不同的行销工具来进行整合。再来是有关计划的执行能力以及可行性的评估，包含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经费、我们的时程的规划是否合理。那如果说是多家联合申请的，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也都在这边委员会进行确认。那如果进入简报审查的话呢，下面这边就是简报审查会在看的，包含简报的内容跟询答，还有3个加分项目。那分别是拓展新兴市场，有在这7个国家当中的只要有其中一项就可以加2分。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说，不要为了想要加这2分，然后去写一个我没有打算要去做的这个市场，因为这样可能未来在经营上会很辛苦。那如果你是属于中间企业或者是自由经济示范区，并且跟跨国企业合作的企业呢，都可以有加分。好，那这加分的项目是进入简报审查才会被计算。那再来看就是计划的执行跟结案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呢，就会进行核定公告跟签约，然后让企业可以从明年的1月1号到11月10号有完整的10个多月的时间来执行计划。只要是经过这个计划委员所核定的内容，我们在执行的过程是不能办计划的变更。那可以变更的项目呢，只有像是人事或者是比较时程上的一些安排的行政程序面的部分呢，才可以申请计划的变更。那原本计划书想要规划的一些做法，这种实质内容呢，是不能再申请变更。那在执行阶段的审查呢，主要会看的部分就是3大点。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进度有没有照原本规划的走。第2点是看我们的经费的运用有没有符合原本的规划，最后就是会看我们的效益，我们的 KPI 有没有达成，主要就会看这几个部分。再来看这个是经费编列，我们的补助款呢，单一企业申请每案最多是补助500万，多家企业申请是补助1000万，企业还要提拨自筹款。自筹款要大于补助款的自筹款的实施金额要达全案总经费的50%以上。所以如果说公安局补助你500万，我们就要再提500万的自筹款。另外呢，我们的总经费里面呢，业务费要占80%，国外的参与费要占20%。那应该说业务费是80%以上，然后国外参与费是20%以下。那业务费里面这边可以编列的项目像是租金、物资费等等，这些项目请大家自己参考。如果说我们企业就是在部件这些市场上有需要委托专业的顾问或者是律师、会计师的专业咨询，可以用委托劳务费的方式来聘请。但是要请注意一下，这个委托劳务费的上限是政府补助款的20%。那委托劳务费是用在这个专业的咨询上哦。如果说我们是请某某公司帮我们写计划书，或是帮我们协助计划的管考，这种过程的是不属于这个委托劳务费因为过去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后来在经费核销上都不被合可所以这边我们先提出来提醒大家。那另外还有一些不可编列的项目，也请大家参考。那我们的这个国外的参与费，虽然是要占总经费的20%以下，那我们还有规定说，这个都是要用企业的自筹款来编列跟指引。那刚好提到就是在拨款的部分呢，我们在期初核定的时候，会请企业先缴交履约保证金，那这是补助款的10%，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先拨期初的款项，那就是补助款的50%。那最后在期末验收之后才会拨尾款，那尾款的金额就会看我们的执行的状况，如果全数有符合通付的话，才会把尾款全数拨付。那过去一直都会有很多的减价验收的状况。那过去在减价验收上比较常遇到的问题，主要就是2大类，第一类就是经费的核销的科目，
没有照原本所规划的内容，不符合会计的规定。那第二类就是你执行的成果不如预期，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减价验收的状况。那一些相关的经费编列的规定，其实还蛮多的啦，因为毕竟这是经济部的补助的专案，所以相关的经费核销也是比较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办理，那请大家要参考。这是我们的计划网站，那所有的计划的相关的资讯呢，我们都会在这个网站上公布。那包含我们要写的计划书的相关的内容格式，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来下载。那我们今年也有把之前的厂商的范例，就征求他们的同意之后，做了一个范本在网站上，那大家可以下载参考。那但是毕竟这个是别人的计划书，不见得适合每一家公司，所以只能参考。那不建议大家说100%的来使用啊。然后呢，我们也有计划的成果，就是过去厂商他们经验分享的内容，也都在网站上，那大家都可以来参考。这个是今年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线上申请的机制。我们的这个计划书就是从第18页，我们今天所设第18页开始，就是我们计划书的格式。那里面有一个叫做基本资料表，然后一个是量化效益表，大概在21页、23页这个地方。这两个表单呢，可以直接在网站上申请，然后印出来就好了。请进入我们的网站之后，然后点选线上申请，那看你是单一企业申请还是多家企业申请。然后做一些授权的同意之后呢，要帮我们填写。第一个表就是企业的基本资料表，然后填完之后呢，再帮我们填量化的效益表。那这个企业的基本资料表填完之后，可以直接输出，列印出来，随同计划书一并寄过来。这边提醒一下，我们输出之后记得要盖公司的大小印，先用印再寄出。然后量化效益表，记得是要填写我们这个计划在明年1月到11月10号之间可以达成的效益，不是公司明年度全球的效益哦。我们在审查的时候看的是这个计划可以达成的效益，所以这边的量化效益表只要写我们这个专案的效益就可以了。那我们输入一些基本资料之后，系统就会自行进行加总。那它的输出呢是会变成一个 Excel 表，那我们再把它那个表格剪下来，放在计划书当中，编辑好，再印出来，然后再寄出。这个出口金额是我们很重要的指标，所以是必填的项目。那这个是，如果说我们计划有通过补助，每个月都要填我们在海外举办的活动的一些重点，来由我们这边提供给驻外单位或者是审查委员来进行查核使用。因为计划在执行或者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那如果说今天的说明会上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是随时跟我们的服务的窗口联系。在简报第25页这边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寄email过来。我们今年的计划的收件的截止时间是8月25的下午5点半，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收到对公司的文件才可以。不是邮戳不是说我在这个时间寄出就可以了，一定要在8月25的下午5点半之前，让我们收到你们的申请的基本的资格文件，还有计划的文件，那我们才会进行后续的审查。那之前呢，曾经有企业来问过说，是不是一定要有人辅导我提计划比较容易通过没有我们这边要再声明一下，我们
毕竟这个案子都是公司未来1年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很鼓励就是企业是自己提出申请，好，不一定要透过就是什么顾问公司啊等等的协助来提案，只要就是这个专案是公司自己本身未来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们把它就是可以很具体的写出来，让我们知道，然后有符合我们相关要审查的一个要项，那相信贸易局都很愿意提供厂商这方面的资源的协助。那以上是我的报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计划的顾问赵教授，就整个计划在提案的过程的注意事项来进行说明，请讲。